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农村是贫困的代名词，但是在城镇化高度发展了几十年以后，还是这样吗？从1978年到2025年，我们的城市人口从不到2亿增加到了将近10亿，农村人口大幅减少，很多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好像城市就是富裕的象征，农村就是贫穷的象征。但是其实现在再看的话，这个贫富的界限已经不再是城乡这么简单了。这几十年的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城市人口只有1亿7千万，但是根据2025年的数据，城镇人口已经涨到了9亿5千万，就是净增了7亿8千万人。而农村人口从7亿9千万锐减到了4亿5千万，大量的人离开了土地，进到了城里。以前大家都是觉得，只要进到城里就等于脱离了贫困，城市就是富裕的代表，农村就是苦就是穷。但是现在好像就没这么绝对了。现在的贫富差距并不能再简单的用城乡作为分界线，在城市内部也已经产生了新的分化。9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是一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结构。当时的城市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贫富差距却并不明显。那个年代，城市居民的收入模式高度统一，大部分人无论做什么工作，处于什么岗位，最终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接近。孩子上同一所学校，在同一个食堂排队吃饭，穿着同样款式的大衣，所有事情看上去都差不多，大家都没有太多机会，也没有太多能力拉开差距。可是这个格局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随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，单位福利体系逐渐瓦解，企业开始自负盈亏，个人的收入与能力、行业、市场紧密挂钩。尤其是住房体系，从单位提供福利分房变成了商品房市场，机会变得丰富了，收入差距变得巨大了，城市生活开始分化了，原本差不多的人们开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在80、90年代，城市和农村之间虽然生活方式不同，但城市内部并没有明显的阶层裂痕，城市人整体差不多，而农村人整体差不多。但今天，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早已经不是同一阶层，而是分成了多层高收入阶层、中产阶层、新市民阶层、打工阶层、灵活就业阶层、临时工等。层与层之间的收入、资源、机会都完全不同，甚至居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却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。表面上看，城市繁华依旧，写字楼一栋接一栋的涨起来，马路上车流不断，大型商场灯火通明，似乎一切都比过去更发达、更现代化。但只要你深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，你就会发现另一种景象。很多白领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也不敢松口气，因为一旦失业，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无力承担房租或房贷。很多年轻人刚毕业就背上巨额贷款，为了一套房拼命攒钱，却发现房价始终在自己够不到的地方。很多中产家庭的账面收入不低，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，但孩子的教育费用、培训班的支出、老人医疗的负担，让他们在月末往往只剩下一小笔能自由支配的现金。他们不敢换工作，不敢生病，不敢放松，所有的稳定都建立在脆弱的结构上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失业，哪怕只有3个月没有收入，一切都可能迅速崩塌。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急速拉大，有些城市人不用工作，靠租金或者资产收益就能轻松生活，而另一些人则在同一座城市里挤公交、住小房，拼命打工。他们之间的生活轨迹从出生那天起就截然不同。城市原本是缩小差距、提供机会的地方，现在却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，把人按能力、资源、家庭背景分成不同的层级。房子成为决定城市阶层的分水岭，有房和无房的生活逻辑完全不同。教育资源成为另一个重要变量，学区房把孩子的起跑线层层划分，医疗、就业、社交网络，每一样都能在城市内部形成巨大的差距。城市的拥挤与焦虑不是来自街道，而是来自生活本身。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当下的城市生活，会发现一个过去少有人提及，但现在越来越尖锐的问题，那就是一部分新的城市居民，他们既回不去农村，也很难在城市里彻底扎根。这些人可能是第一代进城务工者，也可能是从3、4线小城流动到大城市的青年，更可能是为了教育、工作机会而来到城市，却始终未能真正拥有城市身份的新市民。他们站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里，既没有彻底融入都市生活的底气，也无法像上一代人那样随时回到农村，拥有土地和稳定的生活保障。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，
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，就业市场趋于紧张时，这一群体面临的压力与风险正在急速上升。许多城市里的新市民，他们在工作收入稳定的时候，看起来和城市人无异。他们租着房，挤着地铁，在写字楼里打卡上下班。他们为孩子报名各种补习班，也会买点小奢侈品奖励自己。甚至有些人在房价上涨的年代，咬牙买下了一套小小的房子，以为自己终于迈进了城市阶层。但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生活稳定性是基于只要持续有收入这个前提。一旦就业状况发生变化，收入断掉，所有这些看似稳定的生活瞬间就会变得岌岌可危。过去的城市就业市场更宽容一些，工厂需要流水线工人，外卖平台需要骑手，服务业需要大量从业者，互联网公司也在爆发式扩张，各种新行业不断涌现，只要愿意努力，几乎人人都能找到生计。但如今情况变了，经济增速不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奔跑，很多行业进入调整期，互联网公司裁员成了常态，制造业外流或者转向自动化，传统服务业在疫情后元气未恢复，岗位数量减少，竞争却更激烈。城市内部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筛子，不断淘汰那些技能不够、年龄偏大或没有足够积蓄的人。对那些没有稳定家庭资产的新市民来说，失业的风险比任何时候都大。一旦失去固定收入，生活的安全网几乎不存在，房贷可能马上断供。更复杂的是，对于新一代进城的人来说，农村土地已经逐渐失去了退路的功能。上一代人进城，他们背后有农村老家，种田、盖房、土地，这些都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底线式的保障，即使城里混不下去了，也能回村里靠种地或小生意维持生活。而现在，很多年轻人已经与农村的生活方式脱节，他们可能从小就在城市或城郊长大，对土地没有任何依赖，也没有劳作经验。而且在很多地方，农村土地已经流转给大户或合作社，返乡后不一定还能靠土地维持生计。更现实的是，农村的生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依旧有限，教育资源匮乏，医疗条件不足，就业机会更少，年轻人回去反而更受限制。所以他们既回不去农村，也难以在城市站稳脚跟，进退失据，左右为难。在房地产持续上涨的年代，很多人咬牙上车，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。在那时候，买房被视为必然上涨的投资，也是进入城市的准入门槛之一。但当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期，这部分新市民却首当其冲地承受了风险，房子没有上涨反而贬值，二手房难以出售，资产缩水，贷款还在继续，每个月的还款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旦收入中断，房贷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们就体现出一个结构性困境，他们没有足够的积蓄，没有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，没有家庭资产做支撑，没有农村土地安全垫，也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福利制度的覆盖，却必须承担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高风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承担了城市化的代价，却没得到城市化的红利。城市化在过去几十年里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，也让很多人走向更好的生活，但它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过程。城市福利往往倾向于本地人，例如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保障，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全向新市民敞开。很多外地人即便长期居住在城市，也无法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。有些城市的落户政策门槛很高，收入、学历、社保年限各种条件把大量新市民挡在门外。于是，一大批年轻的劳动者虽然在城市中工作、消费、纳税，却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，无法享受城市给予本地人的权利和保障。这种半城市化状态让他们变得非常脆弱。你可以看到，一个真正城市化的人，他会有稳定的工作、完善的社保、可预期的生活规划，甚至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享受更高质量的资源。而一个没有真正被城市吸纳的人，他虽然每天在城市中奔波，却像是漂浮在表面，没有根，没有安全感。哪怕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生活依旧悬在半空中，一旦出现风险，没有任何缓冲地带。很多人因此陷入一种越努力越焦虑的状态。城市本应该提供机会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使部分人永远无法跨过那条隐形的阶层线。因为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个阶段不再是无止境吸纳劳动力的阶段，而是开始选择性吸收高技能人才的阶段。低技能岗位减少，竞争激烈，成本上升，福利资源紧张，所有这些因素叠加，让新市民群体处在最不利的位置。他们没有退路，却又没有稳定的立脚点。
如果未来这种趋势继续下去，城市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分层，上层阶层继续享受高质量资源，中层阶层被挤压，底层阶层面临更大风险，而新市民则可能成为受冲击最直接的一群，而城市本身又未建立足够的安全保障体系来保护他们。